台湾没有原生种的土狗，却有一种狗在2015年6月8日被世界畜犬联盟 FCI 于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全球会员国大会上，通过了70多个会员国的代表投票，正式的在此成为了代表台湾的全球新兴犬种之一。它们的名字呢叫做台湾犬，也是一种万众瞩目的台湾之光。大家有听过台湾犬的故事吗？它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呢？今天台湾毛孩志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犬吧。台湾犬更通俗、更常见一点的名字叫做台湾土狗，也有一些人叫它们福尔摩沙犬、高沙犬。它们的身体主要是呈现黑色的，而且它们黑的发亮哦。这属于一种中型犬。公狗的身材也很好，身高大约是48到52公分，体重大约14到18公斤。而雌性的个体身高大约43到47公分，体重大约12到16公斤。颜色呢也有土黄色、黄色，还有虎斑状的分别。但是比较广为人知的还是那油亮的黑色啦。台湾犬的身形呢也有一定的特色哦，才会被认定是所谓的纯种的台湾土狗。例如它们的头呢是呈现比较三角形的感觉，而额头的部分也比较高一些，有一点像是台湾常见的一种蔬菜卜仔的造型，所以说在台湾也被叫做卜仔桃。它们的嘴巴通常呈现黑色，而且舌头上通常也会带有一些蛇斑。它们的体力非常的好，擅长在台湾的山林之间穿梭，更擅长狩猎哦。在距今3200年到2500年前的台北市圆山遗址当中，也有发现里面有狗骨的痕迹，证明了在好几千年以前的台湾就有台湾犬的存在，也被专家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就是养狗来作为狩猎的好帮手。而且他们在饲主的身边很擅长跳跃、爬坡，在野外的环境也相当的护主。此外，它们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立耳，也就是它们的耳朵呢通常都是站着的，而且非常的薄，台湾人也会叫它们蝙蝠耳。眼睛也有像杏仁的杏仁眼，而且它们的肚子由下腹向上收的时候，还会有常常人家在讲的公狗腰。它们的四肢呢也相当的发达，弹跳力跟平衡感也都很好哦。它们在外面打猎的时候也不会有巨高的状况，甚至有相关的记录也写到，它们具有爬树的能力。尾巴的造型也很有特色，它们也有俗称的镰刀尾，像是一把锐利的弯刀在它们的后腰部威武的伫立着，看起来真的相当的帅气，也是霸气十足。根据 FCI 对于台湾犬的介绍我们可以看见台湾犬它们是属于南亚狩猎犬的后裔。目前经过官方协同认证的台湾犬有将近7000只。自由时报也曾经报道了这个品种在过去，因为它们时常被认为是混种的米克斯，所以说都从未获得正式的名称。其实早在台湾历史的清领时期，台湾的原住民呢就有饲养台湾土狗的记录。有些人认为呢，是在远在数十万年前台湾跟中国大陆土地还在相连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人类呢跟他们忠心的宠物一起来到台湾这片土地上。但是在台湾的早期并没有太多关于狗品种的概念。后来随着各国的贸易逐渐熟络之后，更多的不同外来种的狗都逐渐来到了台湾。而同时，台湾动物保育的观念也尚未兴起。台湾街头的流浪狗就变得越来越多，加上当时的社会呢也未严格的实施宠物节育的政策，纯种的台湾犬便和大量的外来犬进行杂交。在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国民政府呢撤退来台的时候，当时中国人还有所谓吃狗肉的习惯，于是呢就开始出现了1黑2黄3花4白口号。于是台湾犬也几乎在这个时候濒临灭族的危机，大家看到狗就想要杀，就想要吃。1978年到1980年间，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副教授太田克明，他就率领了研究团队，他们为了研究日本犬的起源，来到了台湾调查了台湾土狗的血缘关系。而当时相关团队的学者才赫然的发现，台湾土狗几乎已经快要濒临灭绝了，而且平地上已经没有台湾土狗的血缘踪迹。纯种的台湾土狗的基因在平地慢慢的被淡化掉，而他们也只能够往山上继续寻找他们的踪迹。而在调查活动的前后，更有不少的日本人来台湾，上山大量的收购这种纯种的台湾犬。这位学者太田克明的研究报告出来发表之后，许多的台湾人才发觉台湾犬的纯种数量早已快速的缩减。所以也因为这些缘故，台湾人开始引发强烈的责任感，开始重视保育的议题，并且大力的推广台湾犬。
在1990年代，台湾的社会饲养台湾犬开始变成风潮，大家开始喜欢饲养这种狗。他们在台湾人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棒球界台湾的中职联队的 logo 呢，也以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土狗来作为象征性的动物。尤其是这种动物啊，它们具有耐力最让人欣赏，也最能够代表台湾人的棒球实力。这些球员就像台湾犬般展现了耐力，慢慢的进步，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展现了更不一样独特的锋芒。台湾犬的饲养跟其他的犬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过去台湾犬啊在山区的活动力非常之强，一天可能都要跟着主人爬上爬下，大量的消耗体力，同时又是猎犬，因此饲养台湾犬啊需要足够的空间，让它们能够适当的发泄自己的体力。而除此之外，台湾犬的地域性、地盘性天生就非常的强。当他们在家里看到陌生人进来或者是靠近的时候，就会不断的想要赶走对方。当然，优点的部分就是他们相当尽责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守卫犬。不过，如果他们一看到陌生人就开始叫个不停，这种震撼的音量啊，有时候也会让饲主自己都无法招架。但是一般来说，台湾犬的智商高，透过适当的训练，还是能够听懂饲主的指令的。他们的身材好，肌肉发达，也发生过不少起自己逃家的案例。因为有时候跳过围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说如果饲养台湾犬，在环境的设计上也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哦。今天这一节影片跟大家分享台湾犬的故事，他们的种系与故事啊，也都一再的象征台湾的个性。漂亮的身材在狗界啊也备受肯定。从早期原住民的打猎伙伴，到后来啊，甚至濒临灭族绝迹的危险，还被很多军人啊拿来当做餐桌上面的佳肴，甚至还有传说当中香肉的称号。这些故事在现在看来，不免都觉得有些害怕。还好后来啊，慢慢的受到重视，台湾犬在台湾人心中的地位也才慢慢的变高，变成了现在受到世界国际认证的台湾犬。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品种，它们的外表啊相当的帅气，也非常的具有台湾的特色。在路上啊，常常看到这种狗的时候，都会想要留步多看个几眼。尤其是纯种的台湾土狗更是漂亮，那完美的线条与比例，搭配着黝黑的皮肤、短毛的造型，以及那对超级有精神的耳朵。肩膀的部分也很宽，只要不要过胖啊，其实它们的体格还有肌肉的线条，真的完全不会输给外国进口的品种。不过它们的价格其实也不低啦，在台湾的街头好像也比较不常见。如果大家幸运看到它们的话，不妨好好的观察一下台湾犬漂亮的身形哦。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很喜欢这个品种相关资讯，也都可以上网看看更多有趣的犬种故事哦。有什么有趣的内容，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补充。如果还没有看上一集柴犬的介绍的话，也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去观看一下咯。大家看完这集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还有什么好奇的狗的品种呢？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3个频道，一起探索神奇的世界。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晚安，拜拜。